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故事信息量有点大，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人类犯罪史上最荒诞、最挑战伦理底线的一个案子。在正式开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发现有一群人整整25年不种地、不打工、不去集市买粮食，但他们不仅活得白白胖胖，家里的人口还从2个人离奇的膨胀到了48个人，你觉得他们到底是靠什么活下来的？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任何恐怖电影都要令人窒息。这个故事发生在15到16世纪的苏格兰，这48个人不是什么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而是一个真正的家族。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除了带头的2口子，剩下的46个孩子和孙子全都是通过近亲通婚在洞穴里生出来的。他们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把过往的无辜旅人当成维持生存的高蛋白耗材。当时这件事惊动了苏格兰国王，最后朝廷直接派了400名全副武装的军队，带着几十条猎犬把海滩翻了个底朝天，才揭开了这个隐藏了25年的暗黑加工厂。而当这48个人被抓到法庭上的时候，当时的法官领主全都傻眼了。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法律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审判他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现实版的隔山有眼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咱们今天就来把这个中世纪最恐怖的悬案一次性聊透。故事得从一个叫索尼宾的年轻人说起。那是苏格兰一个挺遥远的年代，具体生活在东洛西安地区。索尼宾的出身非常普通，甚至可以说有点底层。他的父亲是个老老实实的体力劳动者，每天的工作就是帮乡亲们修理围栏，疏通下水道。按照正常的剧本，索尼宾长大之后应该接班父亲的手艺，当个本分的管道工或者花匠，娶妻生子，平淡的过完一生。但坏就坏在这个索尼宾他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个人天生反社会，而且极度好逸恶劳。他极其讨厌干体力活，觉得天天帮人掏下水道又脏又累，还赚不到几个钱。但他虽然懒，脑子却很狡猾，骨子里带着一种近乎残暴的冷酷。到了该自立门户的年纪，他看了一眼家里破烂的农具，直接拍拍屁股走人了。他跟家里人说，他要去寻找一种不需要流汗就能发家致富的活法。离家出走后，索尼宾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名字在历史上有很多版本，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她和索尼宾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这个女人同样好逸恶劳，品行恶劣，甚至当时有传言说她会一些古怪的巫术。2个同样游手好闲、满脑子坏水的人碰到一起，那真是一拍即合。他们决定彻底抛弃主流社会，找个没人管的地方隐居起来。找来找去，他们来到了苏格兰西南部的盖洛维海滩。在这个怪石嶙峋的海岸线上，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隐秘的天然洞穴。这个洞穴在地理上简直绝了，它是一个潮汐洞穴。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当海水涨潮的时候，高达数米的海水会把整个洞口彻底淹没。从外面看，这地方就是一片光秃秃的悬崖，根本不可能有人进去。只有等到退潮的短短几个小时里，洞口才会露出一片狭窄的沙滩。外人如果不知道这个规律，贸然进去，涨潮时就会被直接淹死在里面。但是索尼宾发现，这个洞穴里面深不可测，大洞套小洞，里面各种崎岖交错的通道加起来足足有1公里长。最重要的是，洞穴的最深处由于地势高，海水根本涨不进来，里面宽敞干燥，而且一片漆黑，是个完美的庇护所。索尼宾对妻子说，就是这里了，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城堡，在里面干任何事，外面的法律都管不到我们。于是小2口带着简单的行李搬进了这个暗无天日的洞穴，开始了他们长达数十年的暗黑人生。搬进洞穴之后，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吃饭。种地是不可能种地的，去打工又嫌累。索尼宾看中了洞穴附近一条连接几个村庄的狭窄山路，那条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灌木丛，平时人烟稀少，只有一些外地的小商贩或者赶集的单身旅客会从那里经过。索尼宾夫妻俩决定干无本买卖，打劫。但是索尼宾虽然坏，但他很清楚一条犯罪界的铁律，要想不被抓，就绝对不能留活口。如果只是抢点钱把人放了，受害者一去官府报案，捕快立马就会顺藤摸瓜找到这附近。所以索尼宾每次出手必定做到4个字：斩草除根。只要进了他们的包围圈，不管是男女老少，一律物理清除，绝不留一个活口去通风报信。刚开始的几年，他们的日子过得挺滋润，抢来的现金、手表、金银首饰，他们会偷偷拿到远处的集市上换成粮食和生活用品。
为了不引人怀疑，他们从来不招惹本地的村民，专门挑外地游客下手。但是久而久之，新的麻烦来了。在15到16世纪的苏格兰农村，大家普遍都很穷，普通的过往旅客身上能带多少现金？很少。大部分值钱的东西都是些祖传的戒指、定制的衣服或者特别显眼的钟表。这些东西在本地根本没法变现，因为大家都互相认识，你一旦拿出去卖，别人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某个失踪人口的遗物。结果就是洞穴深处堆满了亮闪闪的珠宝和衣服，但索尼兵手里却快没钱了。没有钱就意味着他们没办法去村里买面包、买燕麦、买肉，看着堆积如山的黑货，肚子却饿得咕咕叫。索尼兵坐在漆黑的洞穴里，看着眼前的刚刚被他终结的受害者尸体，一个丧心病狂的念头在脑海里不可遏制地冒了出来。他转过头对妻子说，既然人都已经终结了，把尸体扔进海里喂鱼也是一种浪费。村里的肉那么贵，咱们为什么不直接物尽其用呢？这是一个彻底跨越人类道德底线的决定。从那天起，这个海边荒洞的性质彻底变了，它变成了一个高效冷酷的高蛋白加工厂。索尼兵把死者拖回岩洞最深处，他们在黑暗中摸索着剖开内脏，斩断四肢。因为没有冰箱，为了长期储存，他们把肉块一条一条的割下来，用大量买来的食盐进行腌制，然后挂在潮湿的洞壁上风干。在洞穴最深处，他们甚至专门划分出了一个储藏室，里面挂满了用盐腌制好的肉干。索尼兵甚至觉得这个方法太完美了，不仅解决了食物问题，甚至连去村里买肉的钱都省了下来，彻底实现了肉食问题。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恐怖勾当，在没有任何人察觉的情况下，竟然顺理成章地持续了整整20年。在这20年里，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而洞穴里面也在发生着让现代人听了都觉得毛骨悚然的异变。首先是附近村庄的恐慌，整整20年，只要有人走上那条特定的小路，就会莫名其妙的消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当时当地的官府也不是没有调查过，他们组织过好几次搜捕，但每次查到海滩附近就断了线索，因为谁也想不到嫌疑人会躲在一个涨潮时被海水淹没的洞穴里。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正常人缺乏一种想象力，他们根本无法想象那些失踪的人其实已经被吃的连骨头都不剩了。而在这个时候，索尼兵的妻子开始接二连三的生孩子，在充足的高蛋白供应下，他们一共生了14个孩子。大家试想一下那个画面，在明媚的阳光下，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在海滩的沙滩上拍沙堡、捡贝壳。等到了傍晚，潮水退去，他们的父母就会从洞穴里走出来，手里拖着血淋淋的猎物。这些孩子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他们没有上过学，不认识一个字，没有接触过任何社会的道德、宗教或法律。索尼兵在教育孩子们时用的不是童话书，而是实战演练。他告诉孩子们，想要活下去就必须锻炼身体，学会怎么在灌木丛里埋伏，怎么用最快的速度终结一个人类。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外面的人类和森林里的鹿、海里的鱼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大自然恩赐的食物。杀人、分肉、腌制，这就是他们生来就习以为常的再正常不过的日常生活。更恐怖的还在后面，当这14个孩子长大到青春期的时候，洞穴里已经没有外人可以成婚了。于是在索尼兵夫妇的默许甚至鼓励下，这个家族内部开始了疯狂的近亲乱伦，哥哥娶妹妹，姐姐嫁弟弟。在这个完全封闭、没有道德约束的黑暗世界里，生命以一种极其扭曲的方式疯狂繁衍。这些孩子后来又生下了8个孙子和14个孙女。最终，这个寂静的洞穴里聚集了索尼兵夫妇14个子女、22个孙辈，变成了一个总共由48人组成的庞大家族。他们所有人身上都流着一模一样的被罪恶污染的血脉。随着人口暴增，他们的狩猎规模也开始失控了。以前可能是1个月见一次血，现在为了喂饱48张嘴，他们必须频繁出动。经验的积累让他们形成了一套犹如军队作战般的包抄战术。每次出门都是6到10个人的小队，有人负责正面拦截，有人负责在两侧包抄，有人负责在后面堵截。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他们大大小小作案无数，竟然没有漏掉过一个活口。因为肉实在是太多了，到了后期他们甚至吃不完。许多用盐腌制过的部位在洞穴里腐烂发臭，他们就趁着夜色把这些腐烂的残肢直接扔进了大海。然而正是这些吃不完的废料，
给这个暗黑家族敲响了第一声丧钟。有些事情人在做，天在看。有一天，附近海岸的渔民在沙滩上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漂流物，坐近一看，所有人吓得魂飞魄散，那是一些已经高度腐烂的人类肢体。但诡异的是，这些肢体不是溺水而亡的那种肿胀，而是呈现出被人用刀整齐切割，甚至用盐腌制过的肉干形状。这一发现立刻震惊了当地政府，他们终于意识到，过去25年里无数起人口失踪案绝对不是迷路或者遇到了强盗那么简单，这背后有一个极其变态的恶魔。但由于没有活口，唯一的线索就是这几块腌肉，调查工作依然像无头苍蝇一样。直到第25年后的某一个星期六晚上，那一天，宾氏家族像往常一样派出了一支小队埋伏在路边。夜色中，一对年轻的恩爱夫妇骑着一匹马，正高高兴兴地从集市上往家里赶。他们根本不知道，黑暗中已经有10几双冰冷的眼睛死死盯住了他们。突然，食人家族一拥而上，他们的手法极其残忍。第一步，先把妻子从马上狠狠拽了下来。为了彻底摧毁丈夫的抵抗意志，他们竟然当着丈夫的面，直接用利刃划开了妻子的衣服和腹部，当场开始放血。亲眼目睹妻子在自己面前被像牲口一样对待，这位丈夫彻底崩溃了。在极度的悲愤和肾上腺素飙升下，他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他没有逃跑，而是拔出腰间的佩刀，骑在马上疯狂地向四周挥砍，甚至驾着马在人群里横冲直撞。虽然他抱了必死的决心，但对方毕竟人数众多，而且个个都是职业猎手。就在这位丈夫身上多处负伤，即将被合力制服，命悬一线的绝对绝境时刻，命运的天平突然倾斜了。远处的山路上突然传来了嘈杂的声音和密集的火把亮光。原来那天正好是集市散场，后面有一大群同样回村的村民，足足有20多人结伴走上了这条路。听到前面的惨叫声和打斗声，这20多个壮丁拿着火把和农具急忙赶了过来。一直以来只挑落单者下手，在黑暗中横行霸道的食人家族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在这么多人面前。看着黑压压的一群人围过来，他们顿时慌了神，顾不上那个重伤的丈夫，他们丢下妻子残缺的遗体，像受惊的野兽一样慌忙逃回了黑暗的树林。这是他们25年来唯一一次失手，而这次失手直接把整个家族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大难不死的丈夫和那20多个目击者连夜赶到爱丁堡，直接向当地的领主和官府报告了这起骇人听闻的暴行。意识到事态严重性的领主不敢怠慢，立刻把案情上报给了苏格兰国王。国王听完之后大惊失色，直接批了一道圣旨，调动400名全副武装的精锐士兵，并配备了大量的皇家搜救犬，由领主亲自挂帅，是要把这群恶魔物理清除。400人的军队把那片悬崖海岸线围得水泄不通。一开始士兵们在乱石堆里找了几天，依旧一无所获，因为那个洞口在涨潮时真的太隐蔽了。直到某一天下午，潮水刚刚退去，几条敏锐的皇家搜救犬突然像发了疯一样，对着悬崖下面一个狭窄的乱石缝隙疯狂咆哮，拉都拉不住。士兵们互相对视了一眼，点燃火把，拔出长剑，顺着缝隙摸了进去。越往里走，里面的空气就越发潮湿粘稠，一股浓烈到让人窒息的血腥味和腐肉味扑面而来。当400名士兵终于摸索到洞穴最深处的巨大空腔时，眼前出现的画面让这群上过战场见惯了生死的百战老兵当场吐了一地。火把的微光下，洞穴的岩壁上像中世纪的屠宰场冷库一样，密密麻麻地挂满了人类的四肢和内脏。旁边的地上，多年来洗劫而来的手表、戒指、金银珠宝堆积得像一座小山。而在相邻的另一个天然洞穴里，则堆满了25年来被他们吃剩的密密麻麻的白骨大山。据后来的历史学家粗略估计，这里的受害者人数至少在1000人以上。当时包括老索尼宾在内的家族全员48人全部蜷缩在洞穴里。面对400名手持长枪弓弩的正规军，这群只会欺负落单旅客的野人根本没有组织起任何有效的抵抗，就被悉数生擒，全部带上重甲押往爱丁堡。然而真正让当时整个欧洲司法界感到震惊和头疼的是接下来的审判。除了老两口，剩下的46个子孙全都是在洞穴里出生的，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人类社会，在他们的认知里，杀人吃肉就和我们早上起床洗脸饿了要吃饭一样，是再自然不过的生存方式。他们看着法官
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罪恶感，反而充满了困惑，因为他们完全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由于近亲繁殖，他们的伦理彻底崩塌，当时的常规法律根本找不到对应的条文来审判这种非人的群体。但鉴于他们的罪行实在是太泯灭人性，领主最终决定不经审判直接执行最高规格的终结，哪怕是家族里只有4、5岁什么都不懂的小孩也一律不留。为了让这群恶魔体验受害者经历的痛苦，行刑的过程极其残酷，所有的男性成员都在活着的时候被当众砍断了手脚，任由他们在极度痛苦中失血过多而死。而女性成员和小女孩则在亲眼目睹了父兄惨死的过程后，被全部绑上了火刑柱，活活烧成了灰烬。然而故事最诡异的结尾就在这里，根据当时的围观群众记录，在整场残忍的行刑过程中，这48个人里面竟然没有一个人哭喊求饶，或者表现出丝毫的恐惧与悔恨。他们只是用一种冰冷、麻木，甚至带着一丝好奇的眼神看着周围狂热的人群和燃烧的火焰。在走向死亡的最后一刻，那些在黑暗中长大的孩子们脑海里闪过的或许依然是这样一个纯粹而又扭曲的念头：这里的人好像也在狩猎我们，看来他们也饿坏了吧。这就是苏格兰历史上最著名的冷酷家族索尼宾一家的故事。好，今天的故事就聊到这里。听完这个案子，你觉得那些在洞穴里长大，从来没接触过善恶观念的孩子，到底应该被看作是残暴的凶手，还是纯粹的生态受害者？领主连4岁小孩一起终结的做法，在当时那个年代到底对不对？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聊聊。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的历史悬案解析，别忘了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我是老九，我们下期视频再见。